韩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，91%的民众表示厌恶中国，可当得知具体原因后，却不禁让人哭笑不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韩国媒体公布了一组街头民意调查，在1001名韩国青壮年中，他们对中美日朝4国的好感度分别令人感到奇怪。91%的韩国青年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，朝鲜紧随其后。而韩国人一直仇视的日本好感度竟有所回升，美国则是韩国人好感度最高的国家。在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影响下，韩国群众正在成为不折不扣的亲美派。此项数据可以看出，韩国人对中国存在极大敌对态度，这种情绪波及范围甚广，且十分莫名其妙。他们为了打压中国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在中国遭受天灾时，还会跑到我们的社交媒体下留言幸灾乐祸。那么韩国人的仇华思想到底是从何而来呢？韩国群众仇华思想日益加重，和主流媒体大肆宣传当局领导人的不实言论有关。之前文在寅执政时期，中韩关系有所缓和，尹锡悦上台后，作为坚定的反华分子，开始全面亲美政策。仰仗美国撑腰的韩国政府对中态度开始强硬起来。尹锡悦为抱紧美国大腿，曾在美国发表关于长津湖战役的不实言论，声称此战役中美国陆战一师大败中国军队，为保卫韩国立下汗马功劳。此不实言论一经发出，便掀起广泛舆论风波，国际社会对此批评声音不断，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并不愿意尹锡悦重提美国屈辱历史。他此番行为本想拍美国马屁，却不小心拍到了马蹄子上。然而韩国群众却因受到诸多不实言论影响，加之领导人的政治站队，导致他们开始人云亦云般仇视中国，造成仇华现象越演越烈。那么韩国实行亲美政策后，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了吗？韩国企图通过亲美政策提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，可事与愿违。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一直被看作是美国的附庸，于是他们又想到了另一办法。他们为了增强自身本就不多的文化底蕴，居然想到了剽窃中国的历史文化。像什么汉字、端午、中医等等诸多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文化，通通纳入了他们的名单中，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跑去申遗。利用媒体大肆宣传，误导了韩国的新一代年轻群体，让他们误以为中国才是那个剽窃者。然而实际上，韩国在历史上曾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，哪怕他们想扭曲这段记忆，强行割裂和中国历史的关系，但还是有不少韩国民众是清醒的。而这种反差的现象也催发了韩国民众心中的虚无感。说到底啊，韩国民众会敌视我们，不过是因为自身底蕴不足所导致的，所以也难怪中国网友会对此感到好笑又无语了。